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干娘这样，程世飞觉得心里好像有一个亲人要离开一样，好难过啊。不要担心啊，干婆婆人那么好，一定会吉人天相的。希望是这样了。那我们回去休息吧，明天早上再来看干婆婆。菲儿，菲儿，你们来了。干娘，菲儿和云罗来看你来了。真乖。哎，干娘，你是菲儿的干娘，我当然要关心你了。我的样子是不是很丑啊？不，你仍然很漂亮的，你比云罗还要漂亮10倍呢。哎，对，干婆婆一点都没变，比云罗还漂亮。郡主什么时候学得跟菲儿一样，会逗人开心了？没有，我没有撒谎，我说的是实话。神猴和海棠已经出去找那个天象豆蔻了，听说好像已经找到了。干娘，你一定会吉人天相，度过这个难关的。别再骗我了。第3颗天象豆蔻早已不知所踪。如果神猴真的能找到，又怎么会等到今日今时？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人总有一死。我醒了之后，上天可以让我认识你们2个，整天逗我那么开心，就算是死也不要紧的。干娘，你别胡说了，你不会死的。是啊，干婆婆，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好休息，好不好？是啊，我们不打扰你休息了。别走，我很想笑，你们留下来，说些笑话给我听，好不好？好啊，干娘，你想听笑话啊？就算我说上3、5年，我都愿意说给你听啊。菲儿，你有那么多的笑话？有啊，当然有了，不知有多少呢。随便说一说，就有10个8个呢。来，我先说第一个啊。从前啊，有一个农夫，他是一个种菜的，而且呢，他是一个聋子。有一天呢，菲儿，对不起，娘亲本想告诉你，你便是素心的亲儿子。可是素心不忍心看着菲儿刚知道谁是亲娘，便又要看着亲娘离开人世。菲儿，娘亲也舍不得离开菲儿啊。为什么找不到？为什么一直找不到？能不能找到啊？义父，为什么找不到？你稍安勿躁，多给大家一点时间啊！义父，我给你们时间，那老天给不给素心时间呢？禀告神侯，有圣旨到。万岁万岁，万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令铁胆神侯入宫，详情报告护龙山庄与东厂大太监曹正纯自尽之事，不得延误，钦此。谢主隆恩。神侯有劳，告辞。你们快找啊！义父，你要马上进宫吗？去是一定要去的，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找我进宫啊？这里怎么办？你放心吧，义父，这就交给我和大哥，我们会不眠不休的去找的。那就辛苦你们了。大哥，我有点担心。为什么？因为我见过皇上的真面目，他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昏庸无能，相反，他有极高的眼界和智慧。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竭力平衡东厂与护龙山庄之间的力量，但现在形势已经峰回路转，东厂败在我们手中，我恐怕皇上不会让我们一庄独大。可现在义父已经打败了曹正纯，他还会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吗？就是这样，我心里更加担心。以前三方制衡，可以借力打力，化解冲突，但现在只剩下两虎，我恐怕会产生更大的摩擦。海棠，这次回来，你变了。以前我以为自己非常了解你，可现在我根本看不透你。你考虑问题比以前想得远了，做的决定
也出乎我的意料。你是说我答应嫁给万三千的事？做天下第一妇人的妻子不好吗？而且他还认为我是他命中注定的福星。既然注定不能跟最喜欢的人在一起，还不如跟一个最爱自己的人在一起，至少可以被他一生爱护，一生疼惜。啊，别说这些了，找天香豆蔻吧。也好。原来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曹正纯早有谋反之心，他的2个手下骆氏夫妇已经招供，而且我派去的卧底铁爪飞鹰也已经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已经交给了傅大学士在研究。曹正纯身为内侍，竟然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我想这一次一定要抄他的家。皇叔既然知道他这么多的事儿，为什么不提前禀报朕？皇上，本王一向忠君爱国，但是皇上利用其他组织和势力牵制护龙山庄，所以在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之前，本王当然不会轻举妄动。就算再笨的人，也懂得自保。大胆！你分别在说朕。皇叔应该知道，顶撞朕是何等罪过。皇上，请恕本王顶撞。那归海一刀杀死国舅一事，查明真相没有？本王还没有找到归海一刀。那你都在干些什么？疗伤。曹正纯要杀我，虽然武功在我之下，为我自卫杀了他，但这场恶斗也令本王受了重伤，所以要疗养。可朕实在看不出皇叔是受了伤的样子。一个内力深厚的人，就算受了重伤，也能够行动自如。不过，他就会经脉错乱，内息不均，只有长时间的运动疗伤。皇上非学武之人，不了解也是情有可原。至于归海一刀，说他杀了很多人，只不过是曹正纯的片面之词，没有真凭实据，也没有人亲眼见到。他来到护龙山庄，虽然伤了一些人，但是没有杀人，所以本王觉得应该另有内情。你的意思是，那些人不是归海一刀杀的？至少国舅不是他杀的。证据呢？本王一定会带足够的证据和一刀回来复命。好，那皇叔还是早点回去养伤吧。多谢皇上关心。义父，怎么样？我和大哥连夜研究了上千宗卷，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真的？快点告诉我。宗卷上记载，当年塞外小国天香国送来的3颗能够起死回生的天香豆蔻，先皇把1颗赠给了义父，另1颗赠给了太后。据天涯和海棠推断，赠太后的那1颗，就是曹正纯日后赠给义父的那1颗。至于曹正纯是如何得来的，还不得而知。我想曹正纯一定是从太后那里偷来的。天香豆蔻是先皇御赐的珍品，太后失去它，又怕先皇责备，所以一直没将这件事说出来。可是，第3颗天香豆蔻呢？关于第3颗天香豆蔻，卷宗里面没有提过只字片言。可你们说查到了蛛丝马迹。天涯跟海棠分析，当年先皇把天香豆蔻赠给身边最亲密的人，一人是义父，另一人是太后。那么有幸得到先皇赏赐的第3个人会是谁呢？当然是当年皇兄最宠爱的淑妃。但淑妃早已经病逝，就算第3颗天香豆蔻在她身上，也无法得知了。不过，如果从其他方面推敲的话，也有可能找到她的下落。不错，宗卷上还有记载，当年淑妃病危时，先皇曾经很紧张地到处寻找1颗夜明珠的下落。于是我们就想，淑妃病危，为什么先皇不陪在她的身边，反而去找1颗夜明珠的下落？其中必有内情。你们的意思是说，当年皇兄把
第3颗天香豆蔻藏在夜明珠里面，所以当淑妃病危的时候，他就急于找这个夜明珠来救淑妃。你们的推断也不是没有道理。淑妃为人善良，皇兄把一颗藏有天香豆蔻的夜明珠送给她，这件事一直没告诉别人，就是不想其他的妃子嫉妒。虽然先皇是用心良苦，但是我想他猜不到，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反而害了淑妃。当年淑妃病入膏肓，已经不能言语，所以她无法说出那颗夜明珠的下落。那么第3颗天香豆蔻究竟去了哪儿呢？淑妃在宫中没有什么闺中密友，却对云罗郡主爱护有加。所以你想，淑妃会不会把夜明珠送给郡主了呢？你们怀疑那颗夜明珠在云罗身上？淑妃有没有给我送过礼物？淑妃有没有给我送过礼物？这件事关系到素心姐姐的生死，云罗，你一定要想清楚。哎呀，淑妃死的时候我还那么小，历年收的礼物这么多，我怎么记得？怎么样，想起来没有？不如让她冷静地想一下，这样催促她，她反而想不出来的。云罗，时间不多，素心姐不能再等了。哎，我想起来了，淑妃当年好像送了一颗明珠给我，就是那颗人鱼小明珠啊。人鱼小明珠？肯定是。那么义父，现在这颗人鱼小明珠如何处理？交还归云罗郡主。这颗珠是太后所赐的，不可以随意带出宫或者任意变卖。那颗人鱼小明珠，不是太后送给郡主的吗？那个时候，淑妃说不能说是她送的，所以啊，我就只好说母后送的。那么那颗人鱼小明珠呢？哦，我把它镶在头饰上面，怕它到处乱滚。快把那颗人鱼小明珠给我！怎么样，找到没有？小奴有没有找到啊？没有啊。不会弄丢吧？再好好想想。哦，我想到了，找到了。可是找到了也没用啊。怎么？因为可能是镶的不牢固吧。那颗人鱼小明珠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跑去了哪里？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不知道去了哪里？我哪知道里面会有一颗天香豆蔻吗？好了，别着急，慢慢想一想，究竟是镶好了拿回来之后就不见了，还是拿回来之前就已经不见了呢？我看应该是拿回来之后才不见的，因为我记得小三子告诉我，那明珠的镶托不是太稳固，叫我小心放好呢。而且拿回来之后，我就再也没带过它。那这么说，这颗明珠应该还在房间里面。那我们再找找吧。皇叔，我累了，我的脚就像装了铅块一样，走不动了嘛。那你就不要找了，我自己找好了。郡主，你肚子饿不饿啊？你不说我还不觉得，你一说我觉得饿了。皇叔，你呢？我不饿，我哪有心情吃东西？那小奴马上叫御厨弄点东西拿过来给你吃，好不好？哎，去！不行不行，不能叫御厨带东西进来，你们要吃到外面去吃。从现在开始，不准任何人走进来半步，直到找到人鱼小明珠为止。谁这么大胆呢？连本骏马都不给我追！哦，神侯大人，对不起啊，海棠，对不起啊。哇，怎么将这些珍珠磨得这么碎呀？想吃珍珠末也不用磨得这么多吧？好贵的呀！我们在找人鱼小明珠啊。是啊，原来第3颗天香豆蔻在人鱼小明珠里面。哦，原来是这样的啊。这个地方这么大，如果要找人鱼小明珠，的确是要花时间的。我这个郡主老婆呢，她的珠宝玉器没有1000也有几百，用完了之后呢，又可以随便丢，不收拾的话，的确是很难找的。不过呢，
本郡马爷聪明过人，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在1个晚上就把他找出来。程是非，你不要吹牛皮。是啊，这颗天香豆蔻是用来救苏心姐姐的。知道。郡主老婆，你有没有胆量跟我赌一赌？如果我在1晚之内找到了人鱼小明珠，我要你为我做7天的足底按摩，做足7日。好啊，好啊，好啊！如果你想到办法的话，我不止帮你按摩7天，我帮你按摩7个月。一言为定。我想问一问，那颗人鱼小明珠是不是在夜里发光的呀？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你说的不错。这就是说，把这个寝室所有的窗户都用黑布封住，在寝室里会发光的，就是人鱼小明珠。郡主老婆，你看身后都在夸奖我，你怎么不夸奖我呢？不如这样吧，云罗，你肚子饿了，先吃东西。小奴，你叫几个太监来封窗子。去吃东西了。那边，好，这边啊。郡主老婆啊，你是输定了。你要帮我做足底按摩了啊。哇，郡主老婆，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发光的明珠啊？我也不知道啊。快找那颗人鱼小明珠啊！是。程是非啊，你不是跟我赌1个晚上就可以找到人鱼小明珠吗？郡主老婆，我怎么会知道你这么多颗明珠里面到底有没有一颗是那个人鱼小明珠呢？难道是天意？是天意，要苏心没得救。郡主老婆，我想去看一看干娘，看看她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喂，你输了就想溜啊？好了，让他去吧。程是非，如果苏心有什么变化，立即通知本王。是，申侯。云罗，你再想想，除了寝室之外，人鱼小明珠还会放在哪儿？你想不到啊！小奴姐姐，谁啊？是小文吗？小奴姐姐，你看这只猫是不是郡主养的？它好像病了，前几天便躲在朱妃的床底下，一动也不动。小婢喂它鲜鱼和奶，它什么都不吃。你这只小猫太顽皮了吧，到处乱跑，怎么教也教不好。谢谢你啊，小文。你们看，为什么用布盖住这只猫会发光呢？郡主啊，这只猫会不会把人鱼小明珠给吞进去了？哦，原来是你吞进去的，怪不得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苏心，苏心，苏心，我已经找到第3颗天香豆蔻了，真的找到了。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众目前棋逢2离，这气味跟上次苏心姑娘吃的是一样的呀。申侯相信这颗是真的天香豆蔻。啊！快给干娘服下吧。苏心，快点服下这颗天香豆蔻。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不是，我觉得心里好热，好像一团火烧出来一样。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好了。苏心，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脉象越来越弱呢？会不会这颗天香豆蔻是假的？不会是假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奇怪，苏心夫看病看了50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现象。苏心有什么奇怪的？天香豆蔻只有3颗，你有没有见过其他人吃过呀？这个我倒还没有见过。啊！苏心，苏心，干娘怎么了？苏心怎么了？大夫，怎么样？为什么他又没有了脉象？没脉象，没脉象就是死人一个。苏心，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干娘，你吃了第3颗天香豆蔻，你要长命百岁，你不能死，你不能死的！我要把毕生的真气都输给你！申侯，
没有脉象？会不会是假死呀？不会的，他没有道理会这样啊！让我来。大夫，你立刻开个药方救救苏欣，恕老夫无能为力呀！我不管，你立刻开药方救苏欣。老夫根本不明白苏欣姑娘为什么全无脉象，你叫我怎么开方呢？既无法断症，我又怎么能对症下药呢？你们救活苏欣，我杀了你！申侯，你稍安勿躁，你开不开药方？申侯，你就是杀了老夫，老夫也无能为力呀！来人，将这个老匹夫关到监牢里。若不开药方救活苏欣的话，就让他死在监牢里。申侯，饶命啊！饶命啊！申侯，讲理呀！苏欣，苏欣。不行了，不行了！哎，干娘完全没有脉象，像死了一样啊！你和义父轮流给他输了10个时辰真气，苏欣姑娘还是没有反应吗？真是白输了。程氏妃，你好可怜呐！啊！海棠，我们去帮忙。哎，不要进去了。他现在很生气，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还把那个赛神医给收监了。你们不要去打扰申侯了。大哥，你程氏妃的金刚不坏神功都帮不了忙，那我们能做什么呢？难道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吗？这也不是的，不如把你们的真气呢都输给我，也算你们出了一份力了。啊？苏欣，对不起，我已经没有真气可以输给你了。你看你，虽然像是死了，但还是那么妩媚。20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的心便被你绑住了。我每多见你一次，和你说一次话，我就会越来越喜欢你，越觉得你是我的一部分，我们永远不会分开。我曾经发过誓，无论怎样艰难，我也要娶你为妻，我要和你白头偕老。这20年来，你躺在天池冰洞里，我没有一天能停止对你的思念。我受先皇所托，成立护龙山庄，受尽多少贤妻，费了多少功夫，建了一个庞大的资料网，目的就是要找到天香豆蔻，救苏欣一命。还有，甘心被曹正淳凌辱，我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就算用天蚕折磨我都可以忍受。你怎么能再让他离开我？怎么可以再让他离开我？老天爷，我愿意折寿10年、20年、30年，来换回苏欣一条命。你没有死，苏欣。到鬼门关走了一趟，又安然无恙回来了。我不是做梦吗？你不是做梦，我真的没事。究竟怎么回事？昨天你明明没有脉象，好像死了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吃了第3颗天香豆蔻之后，人便好像浮游在天空中一样。我听得到你们说话，但是和你们说话你们又听不到。之后在空中浮游了很久，
不知怎么又睡着了。到我清醒之时，你便睡在我身边。我醒了之后，看你睡得那么熟，本来不想惊动你，不过看你那个样子真的好可爱，我就忍不住。实在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原来吃了第3颗天香豆蔻，就会灵魂出窍，经历1天1夜的假死之后才会复原。你呀，真是错怪好人了。既然没人吃过第3颗天香豆蔻，又怎么能怪大夫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是，还大动肝火，将人收入天牢。是我不对，是我错了。我马上命人释放他，并且重重酬谢他们。其实我昨晚听到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你听到我昨晚跟你说的每一句话？素心虽然有口不能言，但是已将你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上了。不是每一句话都是肺腑之言。素心只不过是平凡女子，既无西施之貌，也无昭君之贤，但数十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重，我觉得我配不上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在吴氏心中，纵使西施在世，昭君复生，也比不上素心。一求无家宝，难得有情郎。素心真的前生修道，得到你这么多年的错爱。不要说太多话，你刚刚复原，要好好休息。申侯，干娘，素心姑娘都来了。是啊，今天呢是私人聚会，不谈公事。哎，天涯呢？朗儿得病了，她和大嫂在家里照顾呢，不能来了。啊，干娘，你今天双颊红润，一天比一天漂亮，实在太漂亮了。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顽皮，吃干娘的豆腐啊？她是见到干婆婆才这样的，她都不吃我的豆腐。我怎么不吃啊？干娘，你知道吗？前天晚上郡主老婆弄了这么大一碗麻婆豆腐，让我吃完了才去睡觉呢。郡主肯为你下厨，是你的福气呀。她是见到干婆婆才这样呢，她都不夸我。你吃醋了吧？我没有。别说这么多了，请上船。我已经吩咐天下第一厨弄了不少点心，我们边吃边聊吧。好啊，哎，走。各位，请随便啊。尝尝这个点心，非常好吃。申侯，这个点心可是有名堂的，叫莲凤和鸣，是用鹧鸪鸡鸳鸯最嫩的肉混合弄成的，是天下第一厨自创的点心。好名堂，好彩头啊！来，老婆尝尝啊。素心，你这次能够身体完全康复，本王敬你一杯。谢申侯，大家一起干杯！好，干杯！本王今天约大家来，不单单是为了赴宴，而是有一个喜讯要宣布。什么喜讯啊，义父？不要说，让我来猜猜啊！啊，申侯要娶干娘为老婆，是不是啊？程氏妃，你不要胡说八道。当年先皇有谕旨，不许娶干婆婆，皇叔怎么会娶干婆婆呢？没有错，程氏妃没有胡说八道，我的确要与素心成亲。皇叔，怎么？你们不为本王高兴吗？高兴的都来不及了啊！恭喜申侯与干娘白头偕老，百子千孙呐！恭喜你，义父。好，申侯，反正我跟海棠的喜宴也在筹备当中。如果申侯与素心皇妃二人的喜事如果赶得及，我们大可求个双喜临门，到时真是一大盛事啊！正如云罗刚刚所说，先皇曾经不准我与素心完婚，所以这次我要再向皇上提出，皇上也绝不会轻易的应承。不如先喝你那一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来，祝申侯与素心姑娘婚事顺利，
我们干杯！多谢多谢。苏醒，自打从万三千船上回来以后，你就一直闷闷不乐。没有啊，我今天很高兴。你是不是因为当众公布我们的婚事之前，没有跟你说？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醉煞风景的，就是那个云罗丫头。不是，其实郡主说的话没有错。当年先皇反对我们的婚事，当今皇上又怎敢忤逆先皇的旨意，让我们成婚呢？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我只是一个小小13王子，而且是庶出。先皇有什么决定，本王不能不从，也不敢不从。但是今天，我是皇上的亲叔叔，而且掌管着护龙山庄。东厂在曹正纯死了之后，也势必解体。我在朝中也是一柱擎天，皇上也要给我3分情面吧。你说皇上不会再反对我们的婚事？皇上心里也许会反对，但绝对不敢明言。我已经将奏折呈了上去，明天一早我就要皇上亲口批准我们的婚事，并且册封你为妃。苏醒，除非你不愿意下嫁本王。怎么会呢？我这条命都是你救回来的，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好，既然如此，我可以告诉你，上天下地，再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这门婚事。即使是有神佛阻拦，那本王也要诛神杀佛。不是，你这个神态，我20年前见过。 20年前，就是你奉先皇之命去追杀3通的时候。苏醒，不要胡思乱想。明天本王要上早朝，你早点休息。义父要和素心姑娘成亲，也算得上夙愿得偿。本来这是一桩美事，但是大哥，这半个月以来，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什么感觉？是一种直觉，而且令我很不开心。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说出来会舒服点。我觉得曹正纯死以后，很多事都和以前不同了。当然不同了。居间伏诛，没有了他在把持朝政，四海升平，是国家有福了。本来就是。可是，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义父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他的言行举止一直是我们的榜样，他的命令我们无不服从。可是现在，我觉得义父跟以前不同了。有何不同？是他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尤其是今天，云罗很冒失地说出先皇曾阻止过义父的婚事，他的眼神突然间变得杀气重重。如果这个人不是义父的话，我会觉得他能杀了云罗。当然不会。眼为心之窗，如果没这样想，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神呢？待嫁女儿心，海棠，你最近太敏感了。我也希望这样。浪儿睡了吗？大嫂，海棠，你有点心事重重的。啊，海棠觉得义父最近有些不一样。义父这样的大人物，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现在局势不一样了，心情有所改变也是正常的。是啊，义父撑了这么多年，也许是累了。
不是这种感觉。我不认为义父是因为一场常年的斗争已变得安静下来，相反，我觉得他因为扮演一个新的角色而无比兴奋。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想再牵扯进去。等找到一刀还他清白以后，我打算跟飘絮回到蛇岛，过我们以前平静的日子。海棠，如果你跟万大官人成亲后，不是也可以遨游四海，享受一下无忧无虑的日子吗？是啊。但愿如此。各位亲家，朕接到了神侯的奏折，他想迎娶素心姑娘为妻，并请求朕册封她为妃子。朕觉得此事有商权之处，所以请各位亲家前来听听大家的意见。皇上，恕臣大胆直言，皇上未免将此事看得太严重了。婚姻嫁娶乃是微臣的私事，又何须召集2位大臣一起商议呢？皇上，臣魏学征有事启奏。讲。神侯此言差矣。皇爷既是皇族的成员，一举一动足为天下表率，怎可以说娶妻封妃乃是小事，不做商议呢？臣文华阁大学士傅铁城有事启奏。说，魏大夫所言甚是。老臣以为，神侯既然提出请皇上册封其未婚妻为妃，那就不再是他个人之事，而是朝廷上下之事。就让他们说下去吧。那众亲家认为，这婚事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皇上，皇叔多年独身未娶，一旦成亲，必为天下人所讨论。所纳者是一位民间女子，更有甚者，并非冰清玉洁，而是曾已许配过他人的已婚女子。老臣认为可虑之处甚多。傅大学士，素心姑娘之前虽与他人有婚盟之约，但未过门之前，她的未婚夫即收进天牢，她还是冰清玉洁，并非已婚妇人。神侯此言差矣。一日许配人家，虽然未过门，也是他人之妇。假若丈夫早死，那素心姑娘也应该为他终生守节。这是迂腐之见。皇上，微臣与素心姑娘乃是真心相爱。皇上，臣以为此事的关键并不在于神侯与姑娘是否真心相爱，那女子是否是皇族，是否冰清玉洁。臣以为先皇有旨，不准神侯迎娶该女子。假如皇上恩准神侯成婚，那皇上岂不是推翻了先皇的遗旨？推翻先皇遗旨、祖宗法规，兹事体大，请皇上三思啊！你们2个老匹夫，是不是想拿先皇的遗旨来压本王？神侯，不得无礼。是皇上，微臣知罪。魏大夫所言不无道理，先皇懿旨确实不能轻易推翻。不过，神侯这20多年来忠心为国，出生入死，绝不求功名利禄，更在早先的时候除掉叛贼曹正淳。朕明白，神侯对素心姑娘一片真心，神侯毕生所求便是与她共结连理，给她个名分，所以一时失言，也有情可。多谢皇上懂得微臣的心。不过，国有国法，2位亲家也是为朝廷着想，以大局为重，并非针对你个人。你们3个就像一只顶3只脚，都是朕的朝廷重臣，何必为此而引起纷争呢？皇上教训得对。2位大人，刚才本王一时冲动，请2位见谅。神侯太客气了。这样吧，神侯的要求，朕回去再想想，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都退下吧。谢皇上。参见母后。你们退下。皇儿，本宫听宫女说，皇儿跟神侯在御书房大声争吵，
连房外的太监宫娥都听见了，果有此事。母后不要听信下人的胡言乱语。皇儿跟皇叔并无争吵，只是傅大学士和魏大夫和他争吵而已。所谓何事？申侯要娶素心为妻，要朕封她为妃子。20年前，先皇不是已经不让皇叔这样做了吗？曹正淳死了之后，东厂衰败。如今申侯是权倾朝野，若不答应他的要求的话，他一怒之下势必要与朕为敌。他何时变得这样厉害？山谋远虑，10年生聚，朕是低估了他。如此看来，你不能和他硬拼。不错，朕现在是左右为难。若不答应他的要求的话，他势必会借机闹事。其实封他个妃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一个空闲而已。若真答应了他，那群臣势必会激愤，到那个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皇儿，本宫明白了。此事当然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吧，让本宫来插一手，劝退申侯。本宫是他的皇嫂，相信他会听我的。谢母后。巫师他实在太固执了。哎，干娘你也不能怪申侯啊。干儿子之前跟云罗郡主结婚的时候，也受了很多的苦。宫中的规矩根本不把我当人看，而是把我当猴子来戏弄啊！之前还要我假扮什么交趾国的王子，才让我和云罗成亲的。原来发生了这么多事，怎么你从没跟我说到过？哎，这么惨痛的经历有什么好提的？总之痛苦过，拿到双天碰到庄家至尊了。什么双天，什么至尊呢？我不明白。哎，算了算了，干娘，我看你还是劝申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谓跟皇上大人过不去啊。妃儿何时变得如此深明大义呀？干娘，你错了，妃儿从来都不是深明大义的，只是有些事你明白不一定做得到罢了。干娘啊，你想和申侯成亲呢，不如离开这个鬼地方，做一对江湖浪客、神仙伴侣啊。原来有人想找借口与我一起离开这里。干娘不愧是干娘啊，和儿子一样深明大义呀。常侍妃，你来了。是啊，申侯，今天宫中的每一个人都好像是吃了黄连一样，皇上骂公公，公公骂太监。我最怕看见人不开心的样子，所以呢，我就到这里和干娘聊聊天。不是啊，妃儿怕我闷，过来跟我聊聊天。啊，太阳快下山了，人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这个骏马呢，要在日落之前回宫陪我的郡主老婆。干娘，申侯，我先走了。你今天见皇上，怎么样啊？没问题，你不必担心。皇上已经答应，无论如何会准许我们成亲，封你为妃。无事，你还要骗我？我早知道程氏妃是来通风报信的。她怎么说？你刚才听到了，宫中每个人都不开心，而且脾气暴躁。我才不管那么多。我早料到事情不会那么顺利，不然的话，20年前我们就成夫妻了。素心，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要娶你为妃。其实可不可以做妃子，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你的想法我明白，你是不想我与众大臣为敌。但是这一次，他们越是反对我，我偏偏越要皇上册封你。素心，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要娶你为妃。其实做不做妃子，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你的想法我明白，你是不想我与众大臣为敌。但是这一次，他们越是反对我，我偏偏越要皇上册封你。
那又何必呢？这班老臣平时道貌岸然，说话的时候满口大道理，只有他们对别人都是错的。朝廷有难的时候，他们都跑到哪儿去了？曹正纯结党营私，祸国殃民，又有哪个站出来了？只有我铁胆神侯舍命为朝廷。现在我只是希望皇上能让一点步，他就当我是乱臣贼子一样的和我作对，他与我势不两立，这口气我咽不下。朝廷之事，素心永远都不会明白。但是我想让你知道，做妃子也好，不做妃子也好，素心永远都是你的人。素心，有你这句话，是就更加义无反顾。有一件事，我好想跟你说。什么事？也许你知道以后，就不想跟我成亲。怎么会呢？你只管说。其实，我离开皇宫之后，素心，为什么你掌心这么湿？是不是不舒服？你听我说，程氏妃。王爷，孙公公有急事求见。参见神侯。什么事？太后有事，请神侯立即入宫。本王马上和你入宫。你找个大夫看看，是不是受凉了，让他给你开些药吃。本王见完太后之后，马上回来看你。素心啊，素心。平时你口齿伶俐，怎么这个关头竟然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神侯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能不告诉他，你和顾三通成过亲，你的儿子就是程氏妃呢？你还要瞒他到什么时候呢？启禀太后，神侯带到。参见太后。免。孙公公，你们都退下吧。是。来来来，无事。本宫今日偷得浮生半日闲，亲自下厨做的些珍珠糕，陪本宫一块儿吃吧。难得太后这么有雅兴，本王恭敬不如从命。神侯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些珍珠糕。每当本宫为先皇做这些糕点的时候，神侯都要偷偷的进来，要求分吃一点儿。太后对本王的心意，本王昭然于心。那就看在本宫的情面上，不要破皇儿破得太急吧。太后的意思是，指我和素心的婚事。对呀，本宫见皇儿这阵子坐立不安，不断地向各部大臣解释。哎呀，真是烦也烦死了。太后。其实皇上不需要心忧，只需答应本王的要求，那就什么烦恼都没了。神侯要迫皇儿推翻先皇的遗旨，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吗？我不觉得过分。事实上，这20年来，本王一心为国，从来没有要求皇上给过任何赏赐。这次本王只是请求皇上赐给我那未过门的妻室一个名分，怎么会过分？无事。假如你要的是名位富贵，乃至封邑土地，这反而容易办。你为朝廷立了大功，你要什么皇上都可以给你什么。你要当护国公吗？皇上立即可以给你册封。可是你要的是上上下下数以千计的大臣反对的名分。皇上如果答应了你，那他如何向朝中大臣交代呢？太后，你不需要为皇上找借口。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上的圣旨，有谁敢违抗？如果有人敢违抗，自有本王对付他。可是，神侯要皇儿推翻先父的遗旨，
他日在九泉之下，皇儿如何向父亲交代呢？太后，你这样说就不对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难道以前所有的祖宗遗训，我们做后辈的，就不能够因时制宜加以修改吗？哼，本宫只是妇孺之辈，讲道理自然讲不过皇叔，只不过请求你不要再难为皇上。太后言重了。请神侯看在我老太婆的份上，不要再提此事了。不得不提。本王势在必行，恕难从命。神侯能否回府，再做考虑呀？请转告皇上一声，如果答应本王这件事，将来皇上的任何困难，我定当代他解决。神侯，是怎么了？不影响太后休息，就此告退。多谢太后的珍珠膏。父皇，皇儿早说过，神侯很固执的，他绝不会听你的劝告。本宫好言相劝，他却寸步不让，实在是太无礼了。确实是无礼，不过如今他大权在握，这次绝不能贸然行动。此人一日大权在握，你便一日不得安宁。此时一了，你必须设法筹划，把这个祸根除了。是。皇上驾到！参见皇上。免礼吧。谢皇上。朕答应神侯，考虑是否准许他与素心姑娘成婚，并考虑是否册封素心为妃子。在朕下旨之前，各位亲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启禀皇上，臣等3天来收到吏部、刑部、户部上上下下506名大臣，以及州县府尹537人，以及太学生3263人，共4387份陈情表，请求圣上不要允许此大逆不道之举啊！是吗？竟然有这么多人反对？正是，皇上。这4000多份陈情表都在微臣衙内，任何人如有疑心内中有假，均可到衙内查证。哎，不必查证了。傅大学士这20多年来，秉公执法，铁面无私。若是没有查清楚的话，怎么敢呈给朕？谢皇上信任。既然有人反对，恳请神侯收回成命，免招天下人口实，激流勇退才是君子之勇。韦大夫。本王只听说过虽千万人无往矣才是君子之勇，从来没有听过急流勇退也是君子之勇。皇上，微臣也收到一些人对臣的支持，请皇上过目。家离旨，臣等接旨。朕颁令，铁胆神侯朱无事下月15迎娶素心姑娘，成婚之后，素心姑娘册立为妃。任何人不得有异议，违例者斩。遵旨。这是岂有此理！太后驾到！你们都出去。是。快点。
听说你已经下旨，准许神侯纳妃，究竟是为了什么做出这样的改变呢？儿臣也不想，但不知道神侯有什么本事，竟然在3天之内得到了全国镇守边关的大将军的上表，请求朕答应他的要求。永嘉侯、淮安侯、亲军都督使龚天照，他们都支持神侯纳妃吗？还行省的元帅班钦、都院督府霍闯及兵部尚书劳彪，他们都奏请朕答应神侯的要求，而且字里行间态度强硬。朕担心，若不答应的话，他们会起兵谋反。儿臣现在是骑虎难下，怎能不答应他的要求呢？先皇当日送他丹书铁券、尚方宝剑，竟然是养虎为患。为了一个女人，竟然不惜背叛皇上，与朝廷为敌。母后请放心，儿臣绝不会让他得逞。为了大明朝的江山社稷，这个眼中钉，儿臣一定要把他除掉。苏信，我今天非常开心。干嘛这么开心呢？皇上已经答应了，册立你为皇妃，不日大婚。怎么，不开心吗？自从我醒来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跟你在一起，了结你多年的心愿。只不过什么？到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不顺我的意，包括皇上在内。柔柔，你先进去吧。怎么，有事想跟我说？不是，我知道你很爱我，但是我们两个分手之后，有1年多的时间是完全空白的。你不知道我去了哪里，都做了什么。为什么你从来都不问我？难道你不想知道吗？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不想深究，就让这个空白留在我心里面。我不这样想，我想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如果不是，我会不安的。那好，你想说什么？你只管说。当时我伤心的离开你之后，我就到处流浪，走了很远，跑了很多的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湖边遇到了三通。当时我见到他，就像跌进海里撞到一块木头一样。你本就是顾三通魏国门的妻子。他虽然是个大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男欢女爱，每天只想着怎样去挑战其他人，如何能做到天下第一。但是人非草木，孤男寡女，我们最后还是越轨了。这个错误是我造成的，我应该负责。不但是这样，我跟三通还有了一个孩子。孩子出生的那天，我知道你们两个要搏斗，于是我就把孩子交给程大嫂，立刻去找你们。不用说了，别再说了。之后的事我都知道。知道什么？程世飞是你的孩子。你怎么知道的？你早就知道了。护龙山庄是搜集情报的。我还以为这个秘密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那么你现在心安了？你真的会原谅我？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
只要这件事不张扬出去，我可以尽量接受。但是，千万别让常世飞知道，以免节外生枝。苏欣，你知道吗？我这一生当中，除了要保卫社稷、逐出宦官之外，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和你结为夫妻。所以说，无论以往发生过什么事，现在有多大的障碍，我都会排除万难，不会让它挡住我们。我一定要你做我的皇妃。不是，你将心里的话说出来了，现在舒服点了吗？好，今后我们心里面再没有任何秘密，我们可以坦诚相对。顾三通，沈侯，你没事吧？沈侯，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你真是笨！除了天地玄黄之外，我就训练了你们36天罡、72地煞。在72地煞里面，你算最机灵的，所以我安排你假扮聋哑，到素心身边去侍候她。但是，我挑错了你。在素心告诉我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能说些什么，我能做些什么。一个男人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可以输掉一切，他不能输掉风度。他就将愤怒、失望和被出卖的感觉藏在心里。你会问，一个这样的女人，沈侯怎么会喜欢？你不明白，太小，你不明白男人的心，因为她是我的梦，我的梦。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梦，都想梦境成真。无论如何，我要保住这个梦，我不能让这个梦幻灭。不然，这么多年来我苦心经营，机关算尽，都白费了。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跟你说这么多？如如不明白。你要死！知道我隐私的人，不会让他活下去。顾三通，顾三通，最终还是输给了你。素心竟然跟你有了个孩子！
每次朗儿只要一听到我吹笛子，就会睡得特别香。我们在一起相处最快乐的日子，应该就是在蛇岛那段时光了。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用担心挂虑什么。每天吃过晚饭，我就跟朗儿一块儿听你吹笛子。那我们就赶快回去吧。回去以后，天天给你吹笛子听。好，等喝完海棠跟义父这2杯喜酒，我们马上就回去。一定要等那么久吗？这2杯喜酒，你真的非喝不可吗？我真的很想马上回去。干嘛这么急？我觉得，我们家3口如果留在这儿，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如果强留在这儿，永远都不会开心的。啊，海棠后天就要嫁给万大官人了，至少这杯喜酒，咱们还是要喝的吧？海棠在你的心里，到底是有些不同啊。我一直把她当我亲妹妹。可是，她从来没有想过把你当做亲哥哥。她是希望你是她的好哥哥。飘雪，你又想哪儿去了？段侍卫，老夫傅铁城。好，傅大学士，光临寒舍，数个远迎。你跪下吧。跪下。来了一位你必须跪下见的人。参见主上，别对吧？大天啊，你是护龙山庄天字第1号密探，也是我大明朝的子民，你效忠于谁？天涯自然效忠皇上。哦，你效忠于朕就好。那么朕现在开始下旨，从今天起，你不再效忠于铁胆蛇侯，而是效忠于傅大学士。为什么？今晚皇上所讲的话，你一家3口绝不能向外泄露半句，否则满门抄斩。皇上，皇叔相立曹真纯之后，做了个怎样的事情，是指变难见的。威胁石大将军听从于他，逼朕下旨完婚。接下来就要逼朕交出皇位了。不，身后他忠肝义胆，他不会这么做。神侯是忠肝义胆，但他是对大明忠，对社稷，但对这个侄儿从不放在眼里。天涯玉辱，不明正事，还望皇上恩准天涯告老还乡，从此不回中原。你还是决意和皇叔站在一边，与朕作对。天涯不敢，但是天涯实在不明白，皇上跟申侯之间究竟有何误会？这不是误会，而是一场赌。舒家将会失去一切。现在朕是不得不赌，你现在唯一的选择，便是当哪一方的棋子。楚天涯不能从命。拿下！皇上，天涯不会反抗，只是恳请皇上能给天涯的妻儿一条生路。皇上，能否给段侍卫一点时间考虑？朕是担心他给皇叔报讯，那就先带回本官府内软禁，让他好好考虑考虑。一书书到底，二书白发齐，三书儿孙满地。哎呀，郡主老婆，你真是老了，连这些你都懂啊！特地找媒婆学的，女孩子的东西你懂个屁呀！好，我不懂，你懂，你厉害，你厉害。你看看你们，整天都喜欢打打闹闹的，但是越打呀就越恩爱。这就叫打是情，闹是爱了。晚一点你就知道了。啊！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哎，快帮人家梳头发，人家明天要出嫁了嘛。你不睡觉了吗？啊？你自己回去啊！
今天晚上我要跟海棠一起睡。啊，又我一个人睡啊？真拿你们两个没办法。哎，你们看啊，今晚的月色真美。哇，真是圆的像月饼一样啊！哎呀，你就懂得吃。啊，你不喜欢吃吗？啊，你呀，看你都胖了。你说的是真的啊？不过我就喜欢你胖。一刀，你的心魔除去了。终于离我而去了。我一直都算着日子，我知道这一两天你应该功德圆满了。我怎么能算不功德圆满呢？我还要喝你的喜酒。恭喜你，万夫人。我知道你会来跟我说这番话，我很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你明白？你知道在这49天除魔当中，我所受的痛苦吗？在这当中，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你，海棠，就是你。可是我一出关，就听到你要嫁给万三千的消息。天下第一富翁，比石崇还要富有的人，拥有一切的财富，还有权利。我本来还有一把刀的，可是现在，我连那把刀都没有了，怎么跟万大官人比呀？一刀，你可能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有一样东西，你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你知道吗？是什么？就是我的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那你为什么嫁万三千？因为我爱你，比你想象的更爱你。我不懂。知道吗？你真的杀了很多人，他们的家人都想找你来报仇。世上只有万三千，他的财力和势力才可以帮你洗清那些杀孽。你一共杀了97个人，他已经安顿了95家人的身。他们也答应以后不会再来找你报仇。怎么变成这样？我现在才知道，真正爱你的人，就是要为他牺牲，就算不能和他长相厮守，也会心甘情愿。一刀，事已至此，一切都已经无法挽留。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无话可说。
你们是口技专家，将你们今晚见到的说一次给我听。一刀，你可能觉得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有一样东西一直是你的，没有变过。是什么？我的心，我的心到现在还是你的。那你为什么加13000？因为我爱你。我不懂。只有13000才可以帮你洗清那些傻念。一刀，你的心魔不是已经除尽了吗？为什么我会感到你身上的煞气又大增？娘，不要管我。你去见过海棠了？凡事不可强求，一刀随缘吧。缘就是孽，斩不断，挥不去，忘不掉。所谓随缘，真不知道是骗人，还是在骗自己。阿弥陀佛，看不破，烦恼随之而至。随之而至的朋友们，请现身吧。97家，至于2家，有这么多人。我们是97家复仇联盟。是海棠骗了我，还是他给人骗了？恭喜啊！请请请请请！恭喜恭喜啊！请请请，进去喝杯酒。哎，恭喜恭喜你！恭喜啊！好，请请请啊！请请请！恭喜恭喜啊！请请请啊！段天涯怎么还没到？不知道啊，我这几天都没有见到他。哦，申侯来了。皇叔。啊，申侯啊，哎，怎么今天身边多了这么几位少侠呀？他们是36天罡其中的6个。哦，以前只有天地玄黄4位，现在多了9倍啊！还有72地煞，全部都是女的。哦，这个数字真的好难记啊。13000和海棠呢？哦，他们在里边就要拜堂了。请，申侯，申侯，请。喂，我觉得皇叔跟以前好像有点不一样，什么36天罡、72地煞，都没有听说过，全都是凭空冒出来的。哎，管他从哪儿钻出来的，以后有时间呢，我们就多逛逛街，买东西。啊，好。一拜天地！慢着！一刀？怎么回事？为什么？为什么？一刀，发生什么事了？慧海兄，今天是我和海棠的大喜日子，就算你有什么事，要等我们拜完天地再说。你们要杀我，昨天晚上就可以动手，我绝对不会反抗。为什么要偷偷跟我回去害我的娘亲？你为什么看着我？我根本不知道他昨夜来过。
什么都不知道。难道是最后那2家人？是97家复仇联盟。有谁知道我在这个秘密地方？浑身都是杀孽，早就该自首待查。今天你竟然敢来捣乱，给我回去！哼！我今天来，只求一死。海棠，我希望能死在你手上，求你成全。一刀，你不要这样啊！一刀，你连我的命令也不服从，天上地下，我已无一人可信，为何要服从？大胆！拿铁链来，穿他的皮毛布。不要啊，义父，不要！孽徒已经失去了理性，别再帮他，带他走。义父，你们继续卖他，一刀的事我来处理。海棠，你是不是疯了？海棠，你别让我下不了台。须知我万3000直交满天下，你别那么任性了。3000，对不起。义父，海棠从来没有求过你任何事，我今天只求你一件事。要我放你一刀？如果义父不答应的话，我就死在你面前。哎，不要啊！哎呀，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海棠，你不要冲动啊！有什么事情不行可以商量的嘛。海棠，你这么做会使我无脸见人。3000，我对不起你了。但是今天我一定要带一刀走，否则的话，我宁愿和他一起死在这里。好，我毕生的愿望始终不会实现。海棠，无论我为你做了多少事，你的心始终不在我万3000身上。我现在终于明白，钱是买不到一切的。身后，请你放了他们2个人。我明白。好，你们俩有多远走多远，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否则绝不饶恕。多谢义父大恩大德。先不要谢我，3个时辰之后，我就会派人在全国通缉一刀，能不能跑掉，就看你的造化。我万3000，多谢各位亲友赏面。今天发生的事，累大家白跑一趟，这一份情，将来一定会回谢。皇叔，你真的要下令通缉一刀他们呢？一向大公无私，这次让海棠带走一刀，已经是最大的容忍。申侯，现在4大密探走了2个，那个段大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到现在不见踪影。现在只剩下我一个皇子密探，你说怎么办呢？别说走了2个，就算全走了，我也不在乎。这么多年来，我靠过谁？就算只剩下一双手，我也足以匡扶大明的江山。申侯真的跟以前有点不同了。何止有点不同啊，简直骗了一个人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一刀？刚才义父用内劲震断了我2条经脉，我内力提不上来。再过3个时辰，我们就会被通缉的。我们快走啊！走到哪里去？我想不出，我们还有哪里可去？一刀，你别放弃呀！昨夜有谁知道我来过？只有我、程世飞和云罗。他们不会出卖我的，一定是有人把我来的事偷偷告诉万3000。他在喜宴上越大方，就显得他越虚伪。他刚才之所以那么有风度，是因为他要把所有怨气
天压下去，之后他的怨恨便会加倍。所以以后不只是朝廷要抓我们，就连他也要把我们除之而后快。一刀，如果真的要死，我跟你死在一起。海棠，你好美啊！只属于你一个人。我累了，海棠，我累了。我不想再杀人。反正是要死，和我死在最美的一刻。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陪着你。你知道吗？在我死之前，最想看到的就是你的脸。来，姑娘，威海大侠，富田城副大学士段天涯大侠，现正在副大学士府中等待二位前去相会。神侯有令，今日闭关练功，不见外人。你们瞎了眼，我是外人。我是骏马皇子第1号程时飞大侠，怎么你们不认识？神侯的命令，任何人不能例外。哎，那我是云罗郡主，也不能例外吗？神侯有令，就是皇上亲临，也不能例外。哎，你们几个从哪儿钻出来的啊？不知好歹！我们是36天罡，没听说过。当然了，我们8年前开始受训，受训地点极为隐秘，任何人泄露马上处死，外人当然不知。 36个人住在这里，竟然没有人知道。我们受训之时一共3600人，只剩我们36个，千中活一。如果皇叔真的秘密训练了这几个人，那他比我们想象当中复杂的多了。哼，我管他32张牌九，72只麻将，我们要见神侯，谁也挡不住我。